朋友们，今天我们将要探讨一个可能颠覆你认知的话题：我们头顶的月亮，它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从古代传说到现代科学，月球一直笼罩在神秘之中。但真正让人细思极恐的是来自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的第一手科学数据，以及宇航员们的亲身目击报告。这些信息交织在一起，指向了一个连主流科学界都无法轻易否认的惊人可能性：月球或许并非一颗自然形成的星球，而是一个结构精密，甚至可能被有意放置在地球旁边的巨大物体。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抛开科幻想象，完全基于已有的观测记录和科学发现，来重新审视这个我们最熟悉又最陌生的邻居。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组让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月震数据。我们都知道，月球上没有活跃的火山，也没有板块运动，按理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世界。然而，阿波罗计划在月球表面安装的高灵敏度月震仪，却描绘出了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当完成任务后的火箭末及或者登月舱故意撞击月球表面时，科学家们预期这只会产生短暂的震动。但实际情况是，这些撞击引发的震动波，竟然能够在月球内不回荡长达好几个小时，远远超出了任何理论预测。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震动波能够传入月球内部深达几十公里的地方，并且其传播速度达到了惊人的每秒10公里以上。这种物理特性与我们已知的任何固态岩石星球的结构都完全不符，就好像月球内部存在一个巨大、均匀且异常坚硬的空腔，才会让震动波以如此高的效率和速度传播如此之久。除了这些人为撞击，月球自身还会产生来源不明的自然震动，这些周期性出现的月震同样无法用现有的质模型来解释。在一个被认为的质活动已经死亡的天体上，这些持续的能量释放究竟从何而来？这成为了月球留给我们的第一个重大谜团。月球的古怪之处远不止于此。如果我们从宏观视角来看，月球作为地球的卫星，其本身的存在就充满了巧合。月球的直径大约是3476公里，这个尺寸恰好是地球直径的1/4。这种比例在太阳系中所有拥有卫星的行星里是绝无仅有的。例如，木星最大的卫星直径也只有木星本身的27/1。这不禁让人疑问，为什么地球会拥有一个比例如此巨大的卫星？另一个著名的巧合是，太阳的直径大约是月球的400倍，而太阳到地球的距离又正好大约是月球到地球距离的400倍。正是这两个400倍的完美匹配，才使得我们从地球上看去，太阳和月亮的大小几乎一模一样，从而能够上演壮观的日全食现象。这种数学上的高度巧合，是自然形成的概率究竟有多大？再看月球的表面，布满了数以百万计的环形山。但所有这些环形山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异常浅。一个直径可能达到数十甚至上百公里的巨大环形山，其深度往往只有2-3公里，这种宽深比极不寻常。如果是由小行星高速撞击形成，按照常规物理规律，应该会产生深得多的坑洞。这仿佛在说，月球表面之下有一层极其坚硬的外壳，阻止了撞击的深入。更直接的证据来自阿波罗计划带回的月球样本。首先，科学家在岩石样本中发现了锈蚀的铁金属。稍有化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铁的锈蚀壁需要有水和氧气的参与。这与月球是绝对干燥死寂世界的官方说法截然相反。其次，当科学家们用放射性测定法对这些岩石进行年龄测定时，得到了一个更加震撼的结果：这些岩石的年龄普遍在41到50亿年之间，其中一些样本甚至比目前公认的太阳系年龄还要古老。这些来自月球最年轻区域的岩石，为何会比它所在的系统还要古老？它们究竟来自宇宙的何处？如果说仪器数据可能还存在误读的空间，那么训练有素的宇航员的亲眼目击，则提供了更主观但也无法忽视的证据。早在阿波罗计划执行期间，就有宇航员在与地面控制中心的加密通讯中报告，他们在月球表面看到了无法解释的结构。例如，有宇航员报告说看到了山巅之上有巨大的圆顶状物体，这些圆顶体之间有类似道路或隧道的结构相连接，并且在某些山坡地带看到了排列规整，宛如人工栽培区域的景象。在1972年的一次任务中，宇航员更是直接向地面报告，我看到许多轨迹，而且连接着各个环形山。这些目击报告在当时被低调处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公开，引发了魔镜的联想。
然而，最坚实的影像证据出现在登月计划结束之后。在1994年，一位前美国宇航局的顾问理查·南库尔德，经过长达1年半的计算机分析后，公开了一份震惊世人的报告。他指出，在月球的高清照片中，可以清晰地辨识出人造结构的痕迹，包括排列整齐的圆顶建筑群、立体交叉的道路网络，以及疑似地下入口的设施。他认为，这些结构的建筑规模和所用材料的科技水平，远非人类所能及。无独有偶，在1993年的一次国际飞碟会议上，与会的专家也展示了对比不同时期月球照片的结果，显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月球表面的某些区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具有几何规律性的线性结构，这绝非自然风化所能形成。这些来自图像分析的证据，将月球的谜团从科学推测提升到了实体结构的层面。月球最大的地理特征——月海，也同样疑点重重。这些广阔的暗色区域并非海洋，而是由古代熔岩流形成的平原。但奇怪的是，这些月海几乎全部集中在月球正面，朝向地球的这一面，而背面则非常稀少。当阿波罗飞船飞越这些月海上空时，飞船上的仪器检测到重力出现异常增强，仿佛下面有什么质量巨大的东西在拉扯飞船。后续分析表明，这些月海的下方存在着质量流及密度极高的重金属物质聚集区。然而，这些海的形状大多呈规则的圆形，且找不到明显的撞击坑痕迹，其成因无法用普通的陨石撞击来解释。面对如此多无法用传统天文学解释的谜题，一个最大胆的假说在上世纪80年代由苏联科学院的专家率先提出，并后来得到了一些西方 UFO 研究机构的支持：月球可能是一个人造的中空天体。这个假说认为，月球是在太阳系形成之前，由一个高度发达的外星文明建造的巨型太空船或空间站，其外部覆盖着厚厚的岩石和金属外壳，这解释了它异常坚硬的表面和浅环形山。内部的空腔结构则完美解释了长时间的异常月震。月球正面的月海，可能是这艘巨舰在漫长宇宙航行中受损后，用熔岩进行修补所留下的补丁。而宇航员目击和照片分析中发现的结构，正是其内部居民或自动系统活动的痕迹。这个假说甚至认为，月球被放置在地球轨道上，是为了作为一个理想的观测站和实验室，用以监视或引导地球生命的演化。当然，月球人造说至今仍然是一个非主流的假说，但它却是目前唯一一个能试图将月球上所有诡异现象串联起来的理论。它挑战了我们固有的宇宙观，也迫使我们去思考人类在宇宙中的真正位置。无论真相如何，月球都远非一个单调的岩石星球那么简单。它静静地悬在那里，仿佛一个沉默的守护者，保守着或许关乎我们自身起源的终极秘密。你认为月球还有哪些未解之谜最让你感到震撼？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独到见解。